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今天的嘉宾呢是创业者岑心怡，欢迎你。谢谢你，主持人，很开心来到这里。欢迎心怡哈。心怡的本科呢是在 Hunter College 生物专业毕业的哈。然后呢，2018年开始经营副业，当时是开了一家首饰店哈。那是去年的时候，你是决定这个全职创业了。那我想先问一下你哈，为什么你在副业的时候会选择一家首饰店来经营，而且是网络上的首饰店？那你当时的这个主业是什么呢？OK， 我那时候的主业是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我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 corporate 的 environment 的公司里面工作。那时候的我，因为我有 biology 的 background， 所以呢，我就决定我比较喜欢说故事，所以我就投入在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因为这个行业包括了我的 education 的 background， 还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一个是生物学的专业。然后另外一个呢，你的兴趣爱好是你喜欢做这种营销方面的、传媒方面的，是吧？是的。所以把他们两者相结合，做这个药品类的推广和宣传。是的，对，没错。那时候我选择做这个首饰，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首饰，也很喜欢就是打扮，所以那时候我在考虑有什么样的产品是比较小的，不用太多的 inventory 的这种问题，所以我就说，首饰比较小，我可以买很多不同的首饰，然后试着来卖。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投入首饰这个行业。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都会选择这种，比如说和时尚相关的行业开始来进行创业。但是你这个做副业的这个想法又是如何谋生的呢？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但凡在美国哈，你只要和医药有关系的，其实都是不错的行业，薪水也不错。就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会想到说，我还要自己去做一个副业？是的，其实我本身是打算投入做牙医的，然后我也作为牙医助理做了3年。可是到我决定要不要考牙医学校的时候，我比较想问清楚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人生接下来的10几20年里面，我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会让我真正的感受到满足感，真正的让我觉得我人生的任务完成了。所以我就决定我想做一份工作是可以让我来发表自己的想法，发表我自己的意见，然后我才慢慢的投入 marketing。 然后从 marketing 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这个副业。在我自己开副业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发觉到原来做副业是可以帮助到很多女生来开拓extra income。所以呢，我就很想透过这样子的我自己的故事来告诉更多的女生，如果她们想自己也做一些副业，或者是说开拓不一样的人生呢，我是希望我的故事可以鼓励到她们的。对。我觉得想要做牙医或者是从事医学方面，肯定跟我们这个华人在美国长期的这种职业选择这种习惯有关。因为你是11岁随父母移民来的美国，那个时候其实包括现在了，对于很多移民来说，做医生啊，做会计师啊或者从事这个和计算机相关的职业、数学相关的职业，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理想。我想这也是就是老一辈的这个移民希望自己的后代去从事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你看来，这不是你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吗？是的，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好，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而且那一刻要告诉父母说我决定不读牙医了，他们也是非常的讶异，失望是吗？的确会失望，不过我很感恩我的父母给我很大的自由来追求，他们理解，对，他们理解，也不会太过 force 我到这个方向，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件事情。然后最近开花店也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对。那因为你说做副业哈，就是怎么说呢？它只是说在你职业之后，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多余的一个收入，但同时呢，它可能也是把你的这种精力、关注度，还有就是你的生活范围拓展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因为你可能除了你专业，我们都说每个人如果只做自己的工作的话，那你接触的事情、接触的人，其实都差不多是一类的。这样子其实是对生活的一个延展。但是我们说，当你经营到副业，经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把它变成主业，其实这又是一个我们说比较艰难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选择。你当时是怎么决定这个时机？去年的时候辞职，然后全职创业。我那时候在那家公司也工作了2年了。
我到了一个地步，就发觉我做的每件事情，每一天都好像有点重复就算是不同的品牌的药，可是其实做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然后我就开始想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继续做这个工作，能帮我的人生的目标有多少呢？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其他类似像我的女生来争取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然后我刚好 COVID 的时候那段时间给了我比较多的时间来开创我的副业，然后让我去慢慢学习。其实因为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自己上网去找答案。然后我那时候开这个副业完全是看 YouTube 学回来的，就看一下其他的卖家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分享的一些知识，然后我自己学起来，然后学起来就慢慢自己也想说，我很想以后也能帮到其他女生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上一年决定这个时间是很好的时间，因为我在那公司工作了2年，也觉得好了，我有足够的存款来让我接下来这1年不用担心吃饭或者居住的问题，然后而且父母也觉得我可以做这个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我的 business， 我的那个 jewelry business 已经成熟到一个阶段，是我可以全心全意来放心意在它身上来发展它。那你看哈，我们说这个创业一件事情已经够忙了，你有太多事情要做。那为什么今年又决定要和你的这个合伙人一起在开这个花店是啊，就是我的合伙人，他也看到我一直在做副业，然后他也很欣赏我，也很认同我的能力。他是我的花艺师，他是专门做花艺的，我就专门帮他做 customer service 还有 marketing 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分工呢很清楚，他是主要就是技术，对技术，我只是帮他包装而已，市场。对市场还有包装，然后我们就很成功的就虽然我们是1月份的时候才开店，现在已经很多的客人都已经找上门了，他们都了解我们的公司，所以就很感恩有这样子的成果。可以说你是连续创业者哈。去年把自己的副业变成了主业，今年又和这个合伙人又开了一个这个花艺店。那在你看来哈，现阶段对于你来说，作为一个创业者，你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我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手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也只有我一个，我也还要分身顾及这么多事情，所以首先我的技巧就是prioritize 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在这一个阶段来说，花店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会花比较多的心思在花店这里的。可是同时花店是一个非常 seasonal 的 industry， 所以就是在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呢，我就会抽身出来投入我的 jewelry 的 business 上面。所以我面临最大的困难还是人手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开始去招揽一些人才来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样子要把这个团队扩大。是的，我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职业选择呀，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创业规划上面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然后呢，也是希望就是每天的生活可能要和以往不一样，就是每天可能都要有这种创新啊、新鲜的事物啊，不管是怎么样，不同的客户或者是说尤其是像花艺或者是首饰，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工作也涉及到这种审美方面的。这其实是不是和你这个2019年去参加美国华裔小姐竞选也是有某种关联？对，其实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挺爱美的女生，然后去学美也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我觉得学美能开拓我的network， 我的 connection， 能让我接触到不同circle 的人，然后认识到不同的contestant 或者是说sponsor 这样子的公司。所以我那时候参加就认为我觉得这个是会对我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事情。那后来你参加完比赛之后，因为当时你是还得了亚军哈，是的那你觉得你的收获是什么？和你的预期一样吗？或者说更超出了你的预期？更超出了我的预期。比如说我参加了第1届的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istory Month 的 parade， 就在 Midtown 那里。我那时候是坐着一个古董车，然后从 Midtown 那个大道一直跟大家路边这样子挥手，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我觉得非常难得吧。如果我没有选美的话，我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做这种的事情。然后另外选美会也给了我一些机会，演出的机会，比如说去出演广告啊，然后不同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里面最棒的决定之一。而且像这样的经历呢，我们说平常人不会有，就像你说，如果不参加选美，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哈，能够参加这样的盛大的游行。另外呢，同时也可以让你就是从某些程度能够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因为往往在这种大赛当中都能够激发自己的潜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对自己会更有信心。可能之前去参加比赛，我只是想说试一试的心态，结果得了亚军之后，观众和评委对你的肯定，同时也更加增强了你自己的信心，能够让你在未来做事情可以更加的果断，也可以更加的这个坚定自己的信念。对，我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参加之前，谈吐比现在还更加差吧。你谈吐很好，没有问题。不过就是他给了我很多的锻炼，就是跟不同的人来交谈，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有训练会训练你的谈吐，还有你的仪态这些。所以选完美之后，我就对自己更加有要求了。就是我现在不算是公众人物，可是我觉得我代表选美会，那我就在外面的时候就要仪态要准备好一些，然后跟大家说话的时候要自信一些。对，所以这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哈。那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这个，因为你的个人经历其实代表了跟你差不多，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我比你大一些，但是呢，你的经历也代表了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在美国的。虽然你是第一代移民，但是你是随父母来的。在你看来哈，作为青少年随父母来到美国，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还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来到美国。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的确，最大的挑战还是我们的社区虽然很团结，不过有点 enclosed 吧。就虽然说纽约是一个很大的different demographic 的社区，但是我觉得这个社区之间的融入度是不够的。所以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来美国。在国内的时候英文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被place 到一个 ESL 这样子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的班里面，那里面都是都是新移民，对，大家都不会说英文，就只能一起为暖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我认为现在的现象，还有最大的挑战，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圈子以外的事情。所以呢，我是比较建议现在的年轻人多点靠因为social media 或者是说 YouTube 这样子的平台来了解更多自己圈子以外的事情。For example， 就是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去台湾留学了，我是我圈子里面唯一一个去留学的一个学生。为什么你在美国还要去台湾去留学？其实前一年我是可以到清华那里留学，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是一个挺中国挺传统的一个女生，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很想回去一个属于我的家的地方来参与在他们的学校里面。然后我也是透过那一次的经验反而是要回到台湾才会认识到更多的外国人。我就是透过那一次留学的时候认识其他的外国留学生，然后接触到他们的圈子，然后才发现到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哎。所以就总括来说，我是很建议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就是stay in 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多点了解。因为你说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肯定因为青少年移民过来是语言是第一大难关。如果你在中国没有念国际学校的话，那你可能最难的就是语言问题。对，那根据你的观察哈，就跟你大概背景差不多、经历差不多的这些青年华裔，他们在美国现在的一个发展，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像跟你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他们在这个
就业方面是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有很多像你一样不满足于只是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个比较舒适、前景不错的工作，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说希望通过创业来为自己开辟一个更大的天地？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样子，的确父母的影响非常大。就算现在我们信息量比较多了，大家接触到的故事也比较多了，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部分的孩子们都还是比较受上一辈的影响来去做一件或者去追求可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也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的确一毕业出来也是像做成 engineer 或者 doctor 这样子，在工作了几年之后，他们就发觉到自己好像不是真正的想要这样子的生活，对生活还有方向，所以他们也开始慢慢的自己来创业，或者就是说改一个不一样的渠道。所以总括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学生们会深受上一辈的影响来决定自己以后的去路。可是当他们现在接触到的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或者听的故事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我也可以试一下，那我就准备一下吧。因为像你